啊，今天的拍摄实在是太艰难了，你们敢信吗？就在刚刚啊，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等雨停。对，你看现在我身后这个蓝天，你能相信吗？就在大概20分钟之前，这还是一个暴雨的状态啊，现在天晴了，出太阳了。所以呢，今天其实是个挺不适合拍摄的日子，京津冀地区啊都在下暴雨，但是没办法，我们只有这1天的时间，而且是专程从北京开车来到天津，就为了试试我身边这台车领克10 EMP。今天来呢，除了要拍摄一期领克10 EMP 的动态试驾的视频之外，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私心。我是专门开着家里那台领克07来的，就是为了能对比体验一下。我相信今天这期视频拍摄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了，我是会继续留着那台领克07，还是把它置换成领克10 EMP。关于这台新车，我们之前拍过一期静态视频，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它的外观内饰设计、车里面的空间，还有一些配置的表现。这台车呢，车长5米，轴距3米，车宽2米，一个标准的 C 级尺寸的插电混动车型，应该也是目前中国市场上30万元以内啊唯一的一款标配激光雷达、标配4驱的插混车。其实要说把我家那台领克07置换成领克10 EMP 的话，这台车的设计和空间尺寸，包括车里的配置啊，都非常的合适，妥妥一个大空间的改善房。我唯一有点担心的呢是，其实如果大家了解我的话，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特别注重车辆驾驶操控的人，甚至有时候会为了操控去牺牲车的一些设计空间和配置。但领克10这么大一台尺寸的车，还能不能保持跟07那样一样好的操控感，还能不能满足我对驾驶的需求呢？坐进车里啊，对一个领克车主来说，真的是一种既熟悉又新奇的感觉。熟悉的呢，车里面的这种精致的做工，包括整个设计风格，跟之前都是一脉相承。而新奇的呢，毕竟车的尺寸定位高了一个级别，这种豪华感展现的更强了。再就是像方向盘，像前面的小仪表，跟我那台领克07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当然了，关于内饰的这些细节，大家还是可以回看一下我们之前那期静态的视频。今天只想分享3个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点啊。第一个还是这个外后视镜的调节，依然保留了物理的按键和旋钮。这个我一直觉得在倒车的时候有这种实体按键太方便了，就不用在中控屏里面找来找去，或者还要用语音指令去唤醒，要慢很多。第二个点，前面的这个音响。它不光是音响，其实还集成了一个出风口的功能，就这种一升一降的仪式感特别强烈。第3点，我在今天这台试驾车里发现了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在这个钥匙包里边，除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和应急的机械钥匙之外，还有一个小车模，设计的很好玩，甚至连车灯都已经刻画出来了。其实这是一个 NFC 钥匙，要说呢，你也不一定每天都带着它，但是对于车主来讲，有这么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物件，没事拿出来玩一玩，真的还让人心情挺愉悦的。哇，领克10 EMP 这台车啊，其实从刚才开上这台车转第一个弯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很笃定，这应该会是我的下一台车了。真的很好开，超出我的预期。其实作为领克这个品牌，我们还是很熟悉的，我对这个品牌的运动基因也一直是坚信不疑的。但是这台车，它这个小小的非常紧致的方向盘，那种特别直接的转向手感，出乎我的意料。虽然车身尺寸很长，达到5米的一个车长啊，但是整个车尾跟随还是挺紧致的。更重要的是，这台车的转向，不管是你变道还是转弯，每一个细微的对方向盘的操作，都能很直接的得到前轮和车头的反馈，而且它的转向的指向啊，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底盘整体还是那种偏运动的调教风格，在比较快速的转弯的时候，能很好的去控制车身的侧倾，毕竟是领克品牌这种血脉基因里面的东西。但同时呢，它的滤震效果感觉整个质感还挺高级的，而且在压过一些路面的接缝和颠簸的时候，能给到驾驶员比较清晰的路感，同时呢，也不会有过多的余震、晃动或者杂音出现。动力来自一台 1.5T EVO 电混专用发动机，再加上前后2台电机。刚才前面也提到啊，领克10 EMP 全系标配4驱，官方0-100加速成绩5.1秒。领克的 EMP 电混系统从发动机到电机都可以直驱，也可以串联或者并联。
不过这套系统主打的还是一个以电为主，所以它能给到你的动力响应就像纯电车一样，非常的直接，也让整个加速的过程感觉特别的轻快。所以总的来说啊，这台车的加速动力响应配合它的操控表现真的很好开，也够灵活。但与此同时，它也完全能给到我一台 C 级车应该有的那种行驶过程当中的高级感和品质感。刚才前面还提到啊，领克 101EMP 这款车全系标配激光雷达，而且今天这台试驾车应该是已经搭载了英伟达索尔芯片，算力达到700 TOPS， 所以它的组合驾驶辅助部分千里浩瀚智能辅助驾驶也值得我们好好来体验一下。我们刚才开启了这台车的组合驾驶辅助，走了一段市区路段，也经历了比如像掉头、转弯、等待红绿灯，包括在窄路里面避让旁边的非机动车，还有一些停在路边可能车头车尾会探出来的一些车，包括还有可能要借对向车道绕行才能过去的那些情况，再就是社区里面没有红绿灯的那种交叉路口去避让横向的来车，以及可能不太规矩的一些非机动车。整体上这台车的组合驾驶辅助表现还是很稳健的，可以让人心里边比较踏实的。当然了，今天的试驾时间还是相对有限，所以我们没能把这台车开到更复杂的、更深入市中心的路段去。所以接下来等到北京有试驾车之后啊，我们也会在专门借试驾车深度的去体验一下，看看这台车到底能不能实现那种不需要人为干预的端到端的驾驶辅助。关于续航，特别是纯电续航，现在也是很多想买插混车的朋友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数据啊。领克 101EMP 这款车现在推出了2种不同续航的车款，纯电续航120公里的，还有一个是纯电续航240公里的。这其中240公里的车款呢，搭载的是来自衢州极电的神盾金砖电池。这款电池不仅放电能力强，充电速度也很快，最快大概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把电池的电量从30%充到80%。节目的最后，感谢老天爷啊，在这大暴雨天居然给我留出了几个小时的晴天，让我能完完整整的拍摄这一期节目。也感谢领克在我仅有的这一天空余的时间里，帮我安排了一台试驾车。试过之后啊，家里那台领克07要不要置换，心里已经很有数了。其实去年啊，领克就已经推出了2款我很喜欢的新能源轿车。我选择了07而不是 Z10，也完全是因为插混动力和纯电动力的区别。而且在我心里，这2种动力并没有谁好谁坏之分，只是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需求。你像我家现在的情况，真的就很适合有一台插混车，尤其是我家的车位上还有充电桩，平时在北京市区里边纯用电，安静舒适还便宜。现在父母退休了，与时俱进，也开始享受自驾旅行的生活了。一台插混车啊，随随便便跑1000多公里，即使到了一些偏远的地方，也完全不用担心没地方充电，真的很方便。你想想我刚说的那些用车场景和用车需求，你再看看我身边这台领克 101EMP， 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结合了领克 Z10 的大空间、豪华感，还有我家那台07的超长续航插电混合式的动力。你说说，这不就是点我吗？